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个蛮重要的话题，就是这个人工智慧 AI 发展这么快，我们的教育该怎么办？我们手边有2份资料，角度不太一样。一份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看，叫做 AI 时代的教育革新，以圣经智慧重塑生命成长的轨迹。另一份呢，范围广一点，谈社会变革 AI 重塑教育，大学的黄昏还是终身学习的黎明。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爬梳一下，这2份资料到底讲了什么关键的东西，像是 AI 的挑战啊，教育到底是什么啊，还有以后大学跟老师会变怎样，圣经智慧又能给我们什么方向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AI 这个显然是来真的了。首先2份资料都有提到AI 现在很厉害了，它可以模拟老师讲课，还有像那个 AlphaFold 解开蛋白质结构，很复杂的，这是不是就直接冲击到我们以前习惯的教育方式了？这个到底代表什么？对，这个冲击，我觉得是立即，而且蛮深远的。像大学的黄昏还是黎明这一份就讲到 AI 会取代很多工作，没错，8000多万个，但它也创造了更多9000多万个新工作。可是这些新工作它需要的能力不一样了，它需要的是那个批判性思考、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，就是更深层次的人类能力。那这样以前那种老师一直讲，学生一直背那种知识囤积的模式，好像就不太够用了。然后圣经智慧重塑这份资料，它提供另一个思考点，他觉得教育的目标，不只是塞知识给你，更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因为学到真理而更新成长。他引用了圣经箴言的话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他强调学习背后的那个价值观，还有生命的方向感。所以2边其实都看到传统那一套好像不太行了。一个是说，你要学的技能变了；另一个是说，你为什么学，那个目的要更清楚。那这对大学还有老师又代表什么呢？大学的黄昏那份提到 Stanford 的研究嘛，说大学的功能在变，不管是创造知识的方式，还是筛选人才这个角色。毕竟现在好像很多公司与其看你的毕业证书，不如看你到底会什么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，这个学历贬值的问题，蛮明显的。所以大学的角色真的要从以前那种比较像知识仓库吧，转变成一个能够促进智慧生长的地方。这就需要一些新的教学方法，譬如说超学科融合，就是不要分科分那么细。还有那个人机协同，就是要学会跟 AI 一起工作，一起学习。那老师的角色自然也跟着变了，以前可能是知识的权威，就是我说了算，现在更像是认知银行者，引导学生怎么去学，怎么去思考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引导方法。当然了，这不是说老师懂 AI 工具就好，虽然那个也很重要，资料里也有提到什么教师 AI 技能训练营之类的。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老师在情感上的引导，还有伦理价值观的判断力。然后从圣经智慧重塑的角度来看，老师的角色更特别了。他们不只是老师，也可能是生命影响者，甚至是属灵导师。用圣经的真理，像诗篇说的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来引导学生建立好的价值观。这个部分很显然 AI 是没办法取代的。这个生命影响者的角色，还有属灵导师，这点很有意思。尤其你刚刚提到那个圣经智慧重塑里面的管家职分，就是创世纪那个概念。这个概念我们要怎么把它应用到 AI 跟教育的关系上？这个管家的概念，如果我们拉高一点看，它其实就在提醒我们，AI 这个工具这么强大，我们用它的时候是有伦理责任的。就是说 AI 很好用，是辅助，但它不能取代人跟人之间那种
深刻的连接，特别是老师跟学生之间那种生命的传承，还有个人跟信仰的关系，这个不能被取代。这也连接到一些很实际的技术伦理问题，譬如说，要追求算法公平，设计 AI 系统的时候，要考虑到会不会对某些弱势群体不公平。这其实跟圣经里像《申命记》一直强调要照顾孤儿寡妇那个精神是相通的。更根本的是，我们要守住人类价值的不可替代性，我们的灵性、创造力、爱、同情心，这些圣经里像诗篇、哥林多前书不断强调的特质，这些是我们身为人的独特之处，机器再厉害也模仿不来。有趣的是，你看两份资料其实都很关心技术伦理哦，像数据隐私、算法透明度这些，虽然理由可能不太一样，但都看到这个重要性。对，伦理尊是一个核心问题。那终身学习呢？这个词好像两份资料也一直提。大学的黄昏那边把它形容成数位时代的氧气，就是你没它活不下去。还举了新加坡那个 Skills Future 计划的例子，鼓励大家一直学。那圣经的观点怎么看终身学习这件事？圣经智慧重塑这边呢，它给终身学习加了更深的意义。一方面，没错，现在科技变化这么快，你当然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技能才能跟得上嘛。就像圣经使徒行传里那个亚波罗，他很有学问，但还是需要别人帮助他更完整的认识真理。但另一方面，他更强调的是一种持续的灵性成长。就像希伯来书说的，要在心智上长大成熟，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吃奶的阶段。所以学习不单单是为了找工作、提升技能，它更是一种，对智慧、对真理一辈子的追求。了解。所以综合这两份资料来看，未来的教育或者说学习大概会长什么样子？两边的看法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核心了，就是说，教育不能只停留在教你怎么做事情、教技能而已，必须要走向培养更完整的人。圣经智慧重塑这边，他想象的是建立一个以上帝为中心、充满关怀、像团契一样的学习社群。这个社群可能是实体的，也可能是线上的或者混合的。然后他特别强调，学习是为了要去服务别人，也要培养一种看向永恒的眼光。那大学的黄昏这边呢，它比较着重描绘一个更弹性的学习系统，比如说虚拟跟实体结合的校园啦，更灵活的能力认证方式，像学分银行那样，还有各种社会学习网络。但你看，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？都是希望未来的教育能够塑造出那种不只会做事，还要能应对复杂的世界，要有好的伦理判断力，而且是能够驾驭科技，而不是反过来被科技驾驭的人。今天这样聊下来，我们确实看到 AI 对教育带来很大的冲击，但也是机会。它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大学的功能、老师的角色，还有终身学习到底是什么。而且从不同的角度，特别是从信仰的角度切入，更能帮助我们去问一些关于人的价值、伦理这些更根本的问题。不然的话，关键可能就是科技改变了我们学习和做事的方法，这点毋庸置疑啊。但是教育最核心的那个目标，培养智慧、品格，还有发挥我们人类独特的潜能，这个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了。两份资料讲到最后，其实都回归到要培养全人这个点上。那么讨论到这里，我们想留一个问题给你，让你可以带回去想一想。当 AI 越来越深入我们的学习环境，甚至生活各个层面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有意识的去培养、去发展那些我们今天一直提到 AI 没办法取代的人类特质呢？比如说同理心、批判思考的能力，甚至是你内在的那个灵性深度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